你有没有想过，在霸王龙出现之前，地球上其实还有一种更离谱的怪物。大约9900万年前，白垩纪晚期，北非大陆上一头地球历史上最大的兽脚类掠食者之一，正在河流与沼泽之间游荡，它就是棘龙。这头怪物体长最高可达14米，接近46英尺，体重甚至可能达到7.5吨甚至8吨，再加上它那极其怪异的身体结构，尤其是背后那道巨大帆状结构，让它逐渐成为全球最出名的恐龙之一，甚至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无数恐龙爱好者心中的顶流。而棘龙之所以能火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侏罗纪公园3》电影里，它和霸王龙正面对决，甚至直接把霸王龙干掉了。也正因为这场经典战斗，很多人一直以为棘龙和霸王龙是彼此宿命般的死敌。可问题是，这两种恐龙其实从来没见过面，不仅生活时代对不上，甚至连生活地区都不一样。霸王龙生活在北美，而棘龙则生活在北非。不过，虽然霸王龙没机会和棘龙交手，但在棘龙生活的那个时代，还真有另一头顶级掠食者能和它争夺霸主地位，而且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更加危险。它拥有极其恐怖的咬合力，锋利到离谱的牙齿，它就是沙齿龙。如果你是真正的恐龙爱好者，或者经常看这类内容，那你大概率已经听过这个名字，因为过去10年里，沙齿龙的热度暴涨，逐渐成为最受关注的大型兽脚类之一。但其实它被古生物学界发现的时间要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早在1914年，一具并不完整的沙齿龙骨架就已经在埃及被发现，发现者是一位德国古生物学家。可问题在于，当时当地局势极度混乱，大量政治冲突，导致这具化石很多年都无法运输，直到1922年，它才终于被送往德国。然而即便到了德国，这具骨架依然又在仓库里放了整整9年，几乎一直都在吃灰。后来，德国古生物学家恩斯特·斯特罗默终于正式研究了它，而他很快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新物种，甚至是一个全新的属。于是他将它命名为沙齿龙。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长着鲨鱼牙齿的蜥蜴，因为这家伙的牙齿真的像噩梦一样，它们和大白鲨的牙齿有着极其夸张的相似度，巨大、锋利，而且边缘布满锯齿。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沙齿龙身体上还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特征，它完全不像传统兽脚类恐龙。可就在研究即将正式发表之前，灾难发生了。2战期间，存放这具化石的博物馆遭到了轰炸，结果整具沙齿龙骨架被彻底炸毁，连同大量珍贵化石一起消失。幸运的是，沙齿龙并没有像很多被毁掉的化石那样从此彻底消失，因为2战结束后，新的沙齿龙化石又陆续被发现，而这些新化石也终于让科学家慢慢理解，为什么这头怪物能在那个遍地顶级掠食者的北非生态系统里成为最成功的猎手之一。毕竟那里不仅有棘龙，还有大量危险肉食动物，同时还生活着各种体型巨大的食草动物。能在这种地方成为顶级掠食者，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而沙齿龙之所以恐怖，最核心原因之一，当然还是它那离谱的体型。毕竟光一个棘龙就已经是史上最大的食肉恐龙之一，结果北非这片土地像是嫌还不够疯狂一样，直接又塞进来一个沙齿龙，另一头史上最大的陆地掠食者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沙齿龙都大得这么离谱。2007年时，科学家又描述了一个新种，体长只有大约10米，也就是33英尺左右，体重最大约4吨，差不多和霸王龙属于同一量级。虽然这体型已经非常夸张了，但还不足以进入地球史上最大巨型兽脚类的名单。真正离谱的其实还是最初发现的那个原始种，因为它的体型要大得多。2007年时，科学家一度估计成年沙齿龙体长可能达到 13.3 米，也就是44英尺，体重甚至被推测高达15吨。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那一头沙齿龙的重量甚至能塞进去15只北极熊，甚至还会压过霸王龙。不过后来研究者发现这个数字明显高估了，但即便如此，沙齿龙依然大得离谱。目前主流估计认为它体长大约接近 12.5 米，也就是41英尺左右，站起来时
肩高甚至接近非洲草原象，而且科学家认为偶尔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怪物级个体，也就是说，部分超大型沙齿龙体长依然可能突破13米，达到43英尺以上，而这么大的体型，体重自然也不会轻。虽然不像过去推测的15吨那么夸张，但最大的个体依然可能接近7吨。换个角度来说，这已经比一个普通成年人重了上百倍，而大多数成年沙齿龙体重大约在5吨左右，基本和一头成年非洲象差不多。而凭借这种体型，沙齿龙通常被认为是地球历史上第5大的兽脚类恐龙。换句话说，它也是史上第5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光这一点就已经够吓人了。而且说实话，这种东西我是真不想现实里碰见。但问题是，体型其实还不是沙齿龙最危险的地方，真正恐怖的是它那张嘴。因为每一头沙齿龙嘴里都至少长着60颗噩梦级獠牙，其中一些牙齿长度甚至超过成年人手掌。这些牙齿不仅巨大，而且锋利的离谱，每颗牙齿边缘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锯齿，平均每1厘米就有大约20个细小锯齿。换句话说，沙齿龙嘴里的每一颗牙本身就是一把巨型牛排刀。而当这些恐怖特征全部组合在一起后，它的牙齿看起来就和大白鲨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尺寸被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也正因为这样，沙齿龙一口下去，完全可以直接从大型猎物身上硬生生撕下一大块血肉、肌肉，甚至内脏组织。那些细密锯齿还会像无数微型刀片一样，把力量集中在每一个接触点上，让伤口更深、更容易撕裂，也更加致命。而这一切还只是因为它的牙齿。更恐怖的是，沙齿龙的头骨本身也巨大的夸张。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沙齿龙头骨长度甚至达到 1.6 米，也就是 5.2 英尺，差不多已经和一整只狼的身体一样长。不过和霸王龙那种厚重硬顶型头骨不同，沙齿龙的头骨更加轻盈狭长，它并不依赖霸王龙那种咬住直接压碎的攻击方式。相反，它更像一头真正的巨型鲨鱼，利用锋利牙齿不断切割撕裂猎物，通过大量失血、休克以及严重创伤，让猎物慢慢崩溃。说实话，这听起来甚至比被霸王龙直接咬碎还恐怖。当然，这并不代表沙齿龙咬合力弱，实际上它的最大咬合力依然超过11吨，这种力量足以轻松撕开软组织，甚至连骨头都能直接咬裂。只不过由于它的牙齿更细、更长，也更容易折断，所以它大概率不会像霸王龙那样硬啃最坚硬的骨头，毕竟它也不想天天看牙医。相反，沙齿龙更倾向于直接从大型猎物身上整块撕走软组织，而这种捕猎方式也让整个狩猎过程变得极其血腥。古生物学家甚至发现，沙齿龙可能拥有兽脚类里最快的换牙速度之一，因为在攻击过程中，牙齿经常会直接卡进猎物肉里，甚至断掉，所以高速换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战损。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沙齿龙大概率是一种伏击型掠食者，它拥有一定程度的双目视觉，而头骨角度也和鳄鱼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它很可能会先隐藏自己，利用视差锁定猎物距离，再精准判断攻击时机，随后再依靠那双强壮而修长的大腿突然加速冲向猎物。别忘了，虽然它体型巨大，但身体结构却比很多大型兽脚类更加纤细，所以速度其实并不慢，甚至对于一头史上第5大的食肉恐龙来说，已经快得有点离谱。而除了恐怖咬合，沙齿龙脑袋上其实还有另一种武器，那就是它鼻梁上的骨质凸起。每一头沙齿龙鼻骨两侧都会长着明显隆起，而活着的时候，这些部位可能还覆盖着角蛋白，形成类似角或者撞锤一样的结构。过去很长时间，没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近些年，古生物学家开始怀疑沙齿龙可能会互相顶头，比如争夺领地、食物或者配偶时，甚至还有可能利用这些凸起把猎物撞失去平衡，然后再趁机补上一口致命撕咬。所以对于当时的食草动物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而除了脑袋，沙齿龙其实还有另一个经常被低估的地方，它的手臂。很多人一直以为大型兽脚类的手臂都像霸王龙一样，又短又废，几乎没什么用。但沙齿龙完全不同，它的前肢比霸王龙长得多，而且非常粗壮，肌肉发达。科学家认为这些手臂很可能是专门用来抓住猎物的，
防止对方挣脱，甚至还有研究认为，成年沙齿龙可能真的能直接把半吨重的小型恐龙从地上硬生生提起来，然后送进自己嘴里。换句话说，对于那些中小型恐龙来说，沙齿龙几乎就是北非版噩梦本身。更离谱的是，它的手掌本身可能还是武器，因为每根手指上都长着巨大弯爪，而其中一些爪子甚至比它部分牙齿还长。所以当你把它的手臂、牙齿、速度、视觉以及那离谱的体型全部结合在一起后，你会发现沙齿龙简直就是一台行走的屠杀机器。而且最恐怖的是，就连他们自己似乎都很害怕彼此。这些年，科学家在很多沙齿龙化石身上都发现了大量骨折、感染以及穿刺伤，尤其集中在头部区域，而这些伤口大概率都来自其他沙齿龙。这意味着这种巨型掠食者之间的厮杀很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常见。其中一些头骨上的穿刺伤和感染痕迹通常被认为是咬脸大战留下的，而那些严重骨折则有可能来自两头沙齿龙之间的正面撞击。毕竟它们鼻梁上那种类似撞角一样的结构很可能真的会被用来互相顶撞。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当这些顶级掠食者互相开战时，其他动物大概都会非常高兴，因为至少那天被盯上的不会是自己。但可惜的是，沙齿龙大多数时间还是更喜欢去猎杀别的动物，而不是和同类狠狠干架。而它的猎物名单也堪称豪华，其中包括大量鸟脚类恐龙、小型兽脚类，甚至还有巨型犀角类。没错，那些动不动几十吨重的长脖子巨兽，沙齿龙很可能也敢下手。甚至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当时北非少数真正能威胁大型犀角类的顶级掠食者之一。所以说，沙齿龙这个名字它真不是白叫的，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家族也都继承了这种恐怖名声。它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兽脚类家族——沙齿龙科。这个家族的名字也正是来自沙齿龙本身。它们最早出现在侏罗纪晚期，随后迅速扩散到全球。目前在非洲、欧洲、南北美洲，甚至可能连亚洲和澳洲都发现过它们的化石。而这个家族里也诞生了地球历史上一批最夸张、最恐怖的顶级掠食者。除了沙齿龙之外，还有南方巨兽龙、马普龙、皱褶龙、暴龙、猎手等等。这些家伙个个都是重量级怪物，而且很多成员都成功坐上了当地生态系统顶级掠食者的位置。沙齿龙当然也不例外，它的化石目前已经在整个北非多地被发现，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尼日尔以及突尼斯等地区。甚至可以说，它在当时的北非其实相当常见。而它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9400万到1亿年前之间，也就是白垩纪晚期早期阶段。当然，如果你真的回到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当时的北非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世界。如今那里大部分区域都被撒哈拉沙漠覆盖，可在那个时代，撒哈拉甚至都还不存在，整个北非反而是一片相对湿润的热带环境。虽然部分区域依然干燥，但整体上那里遍布河流、沼泽、湿地以及大片森林。同时，由于当时海平面远高于现在，海岸线也深入了大陆内部，大量内海、河道与泛滥平原不断形成，久而久之，这里逐渐演化成一片巨大的生命热点地区。而森林中最常见的植物则是各种裸子植物和蕨类，这种环境也养活了数量惊人的恐龙。科学家已经确认，当时的北非生活着数量极其夸张的大型恐龙，其中包括各种巨型犀角类，比如埃及巨龙、雷巴奇斯龙、腹平齿龙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禽龙类、鸭嘴龙类，甚至连一些剑龙类最后的残余成员都可能依然活跃在这里。而且别忘了，沙齿龙还不是这里唯一的大型兽脚类，它同时期的邻居还包括三角洲奔龙、皱褶龙以及当然棘龙，甚至棘龙的体型还要比沙齿龙更大。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都会把当时的北非拿来和美国西部莫里森族生态系统做比较，因为这里的大型掠食者数量实在太夸张了。于是科学家认为，这些顶级掠食者之间大概率存在明显的生态位划分。简单来说，大家虽然都吃肉，但吃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比如棘龙，它更喜欢靠近河流、沼泽和海岸活动，主要猎杀大型鱼类以及水生猎物。而沙齿龙则更偏向内陆环境，它真正针对的是那些巨型陆地恐龙。不过即便如此，冲突依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尤其是在旱季。
因为当时的北非似乎经常会出现持续很久的大干旱，而一旦水源和猎物减少，很多原本能够避免的冲突最后还是会爆发。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沙齿龙和棘龙真的打起来，到底谁会赢？当然没人真正知道答案，但很多研究者认为胜负很可能取决于具体是哪两只个体。因为从纸面数据来看，沙齿龙其实更适合猎杀大型陆地动物，毕竟这本来就是它的职业。它拥有更致命的撕裂性咬合，一口下去能直接造成极其夸张的创伤，而棘龙的嘴则更偏向抓握和穿刺，更适合捕鱼。对于沙齿龙这种级别的大型猎物来说，棘龙那种攻击方式可能需要很多次有效攻击才能真正造成致命伤。不过这里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考虑。第一，棘龙拥有极其夸张的前肢，它那双手臂不仅巨大，而且非常强壮，同时还长着接近镰刀一样的巨型利爪。平时这些爪子主要用来控制大型鱼类，甚至直接撕开猎物身体。可一旦进入战斗，它们同样也能变成极其危险的近战武器。如果被正面扫中，后果绝对不会轻。而第二个问题则是体型差距。总体来说，棘龙确实有机会长得比沙齿龙更大，所以如果是一头4吨左右的沙齿龙去面对一头8吨级棘龙，那它大概率不会太想主动开战，甚至可能会直接被体型压制。但反过来说，如果是一头6吨以上的大型成年沙齿龙，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沙齿龙本来就是为了猎杀大型陆地巨兽进化出来的，再加上它那种极端危险的咬合方式以及鼻梁上的撞角结构，真打起来它未必会输。不过说到底，这种级别的生死大战其实大概率并不常见，因为当时北非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猎物实在太多了，大量非恐龙类动物同样生活在这里，也给这些顶级掠食者提供了丰富食物来源。尤其是沿海区域，由于水系发达，整个生态系统里几乎到处都是生命。比如翼龙，目前已知至少有11种不同翼龙生活在和沙齿龙相同的生态系统中，其中包括巨大的风神翼龙类、古神翼龙类等等，而且体型跨度极大，有些只是中小型，但有些翼展甚至能超过6米，站起来时比绝大多数成年人还高。除此之外，各种鳄形类动物也遍地都是，而且其中不少体型同样巨大。所以在当时的北非，你最好别随便靠近水边，因为那里可能潜伏着比现代鳄鱼恐怖得多的怪物。当然，真正让这些巨型掠食者疯狂膨胀的其实还是鱼，因为当时北非的淡水系统里生活着大量超巨型鱼类，甚至其中一些还是地球史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除此之外，蛇、乌龟、蜥蜴、甲壳类以及昆虫也同样遍布整个生态系统。而且很不幸，如果你有昆虫恐惧症，那你大概会在这里直接崩溃，因为科学家发现当地大量植物化石上都存在严重虫蛀痕迹。这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北非虫子数量恐怕多到夸张。不过说实话，和虫子比起来，真正该害怕的大概还是那些从森林里突然冲出来的巨型翼龙，或者一头正在饥饿状态下的成年沙齿龙。毕竟毫无疑问，它绝对是那个时代最凶残、最顶级的陆地掠食者之一，而且它统治这片土地的时间可能长达500万年。只不过，即便是这种级别的怪物，最终也没能赢过终极 BOSS， 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大约9400万年前，沙齿龙突然从化石记录中消失了，换句话说，它灭绝了。而直到今天，科学家依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毁掉了这种顶级掠食者。不过它灭绝的时间点却和一次全球性海洋缺氧事件非常接近。那是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当时全球海洋中的氧气含量开始大规模下降，大量海域逐渐变成缺氧死海。而直到现在，科学家依然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人怀疑可能和当时的火山活动有关。无论真相是什么，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段时期的地球生态系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冲击，所以科学家也很难100%确定沙齿龙的灭绝是不是和这场全球缺氧事件直接相关。但有一点非常明确，等到6600万年前那颗毁灭恐龙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沙齿龙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